村出殡有种说法叫压棺头，子女不孝或者老人生前有遗愿未了，送葬的时候必会出现压棺头，而且送葬的路上会遇到各种阻碍。那年我大爷爷因病去世，父母就带我回老家去送葬。在我印象里，大爷爷是一个瘦高的老头。农村对于送葬的规矩条条框框的很多，比如棺材要由8个青壮年一直抬到坟地，中途不能落棺，而自家人要跟在棺材后哭丧。就在快要到坟地的时候，我发现草丛上面站着一个干瘦的老头，而且老头似乎有些生气。直到队伍棺材走到他旁边，那老头缓缓地伸出一只右手，直接按在棺材上面。这个动作直接让原本抬棺材的8个人开始左右摇晃，像是抬着一块重达几吨的石头，几人显得格外吃力。后面的人看出不对劲，慌忙上前一起顶着棺材，很多人都开始议论纷纷，但是好像所有人都没有发现这个老头。我靠前才看清压着棺材的老头是大爷爷，我就口无遮拦地跟我妈说大爷爷用手压着棺材。还没等我妈训斥我，旁边的人都回过头望着我。我起初以为大家不信，走上前用手指着大爷爷，所有人都开始议论纷纷。这时被我手指的大爷爷转过头瞪着我，我被吓得躲在我妈怀里。本家的长辈走到大爷爷的2个儿子耳边低语了几句，2个人直接跪在棺材前，不停地磕着头，说在世的时候没有好好孝顺大爷爷，但往后一定会好好孝顺大奶奶，就让大爷爷安心的走。说完还不停地磕着头。等我再抬头向上看，大爷爷原本满腔怒火的脸渐渐平复了下来，看了看跪在地上的2个儿子，转身向林子里走。抬棺材的众人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这才顺顺利利地把大爷爷送走。但农村的尊孝礼仪让我更加深刻。男人肩膀上长了一个碗口大的痔疮，村里的兽医说痔疮认错了地方，所以长在肩膀上。这天李忠平推开诊所的门说肩膀疼。我小叔是村里唯一的村医，虽然知道这人是个二流子，但作为医生不能戴有色眼镜看病人。李忠平就说自己肩膀劳损，小叔一看就傻眼了，肩膀上有一个半碗大的包，这家伙明显不老实，没说实话，就给他拿了几瓶红花油抹抹。可还没2天，李忠平着急忙慌的又跑了过来，满头大汗的捂着肩膀喊疼，还说拿的红花油根本不顶用。小叔就说再检查一下肩膀。等他露出肩膀，小叔吓得后退几步，这才2天已经扩大1倍，而且似乎包上有个人脸轮廓。小叔看他疼得都要虚脱，就劝他去医院看看。可李忠平一听去医院就连连摇头，起初以为是小叔嫌他没钱看病，直接从兜里掏出几百万递给小叔，这让小叔更心中起疑。这家伙平时买馒头的钱都没有，突然拿出这么多钱肯定有问题。小叔就严肃地让他说实话，这个包到底是怎么引起的。李忠平我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被小叔问急了，骂了一句，用衣穿上衣服气哄哄地走了。这让小叔更加确定这小子没干好事。可当天晚上小叔家就响起了砸门声，起初以为是村里的病人着急看病，等打开门发现又是李忠平，还没开口询问，他直接跪在地上说疼的实在没有办法睡觉。小叔把他拉起来，肩膀才半天不见轮廓已经十分清晰，看着就像是肩头长个人脸。小叔这下确定跟师傅学医术的时候碰到过病人误入古墓沾染尸体感染的病例。小叔就问他是不是碰过尸体，他才老老实实的交代自己是被死人抓了一把，之后肩头就长一个大包，说上个星期给别人挖菜脚，结果挖到一片砖头，一时挖到了古墓就砸烂几块石砖，就看到墓室很小，只有一副散架的棺材和一些瓶瓶罐罐。但李忠平满怀期待地顺着梯子下去，让他大失所望的是墓室里面只有几个破罐子。李忠平就拿着锄头把棺材拆了，就看到尸体手上戴着一串碧绿的手链。李忠平把手串撸了下来，又用手电筒反复确认自己发财了，就盘算着自己不仅可以把债务还清，甚至还能娶个老婆热炕头。正要把地上的破罐子一起打包回去，就感觉到背后有个东西站了起来。李忠平拔腿就要跑，但还是被那干尸抓到了肩膀。此时李忠平再也顾不得拿那些罐子，扒着梯子就往上爬，担心尸体爬上来，拿着铁锹用土把墓填上。等他回到家就感觉肩膀疼痛，才发现肩膀有一个手印，开始没留意，这才几天就长这么大。李忠平不敢有丝毫隐瞒，把事情全说了出来。小叔听完出了一身冷汗，可自己实在没有把握，而李忠平的病情不能拖，就让他先回家等着，自己去喊师傅帮他医。小叔打着手电就去城里请师傅。在小叔刚学医的时候，见过师傅用中医治好过一个同样的怪病。等小叔跑了几十公里，连夜把师傅请了过来。小叔这一夜被折腾得够呛，但人命关天也不能见死不救。等待着师傅赶到李忠平家，已经天微亮，拍门也没听到回应，担心他出事就把门踹开了。可在院子喊了几声，李忠平也听不到动静。小叔推开堂屋的门，就闻到一股血腥味，堂屋满地都是血。李忠平趴在地上已经没了气息，手里抓着一把水果刀，他用刀把肩膀上的人脸割了，大包已经完整的形成一张人脸，而且透露着诡异。师徒2人都愣在原地，
后来拨打110，警察确定李中平是流血过多，但始终没找到他嘴里说的那个古墓。女人刚结婚没几天，丈夫两腿一伸就死了。婆家逢人就说她是丧门星，担心她要分家产，婆家就把她赶了出来。可宋人头不信丧门星这个邪，就托媒人去说亲。冬梅看了看常年卧病的老父亲，为了不让自己受欺辱，冬梅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可嫁过来的第一天，婆婆就尖酸刻薄，指桑骂槐，而且丈夫长得粗犷，也不懂得体贴。冬梅无处诉说，只能把委屈咽进肚子。可嫁进来还没2个月，原本身强体壮的宋人头开始不停地咳嗽。宋家可是3代单传，老太太看着儿子每天咳嗽就担心起来。原本想着娶个漂亮的媳妇为宋家传宗接代，可这几个月儿媳妇肚子没见动静不说，自己的儿子还越来显得日渐消瘦。婆婆背地里就指责冬梅晚上少折腾儿子，处处看儿媳妇不顺眼。冬梅跟宋人头讲过几次，可每次都说老人家都这样，让冬梅别放在心上，敷衍了事。冬梅无处诉苦，只能每天以泪洗面。而婆婆为了治好宋人头的病，可没少请医生，可每次都诊断不出什么结果。没半个月，宋人头连下床的力气都没了，整天窝在床上。婆婆就经人介绍找个看事的大师，大师先是围着他家转了几圈，进屋看到躺在床上的宋人头，精气少出气多，叹了一口气就皱起眉头。看到冬梅在场，拉着老太太去院子里，老太太就追问儿子是什么病。大师斜眼看了一眼冬梅，对老太太添油加醋地说家里有丧门星。说完接过老太太递过来的酬劳，临走还叮嘱老太太尽快处理丧门星。老太太望着大师的背影，心里就开始嘀咕，家里唯一的外人就是刚嫁进来没几个月的冬梅，而且冬梅才嫁进来几个月，儿子就生病，这不就是妥妥的丧门星吗？当晚老太太宰了一只鸡，端着一碗鸡汤给冬梅，说要给她补补身子。冬梅受宠若惊地接过碗，以为是大师跟婆婆讲了一些要善待儿媳的话，婆婆才改变的态度。老太太看着冬梅喝完，才露出满意的笑容，接着让冬梅好好休息，自己照顾宋人头。可冬梅还没睡几分钟，就感觉到肚子疼，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拖着身体到门口喊婆婆，可是门在外面已经被锁死。冬梅才明白是婆婆给自己在鸡汤里面下了毒，没多久就无力地倒下了。当天晚上宋家就没安宁，邻居被他家的狗吵了半宿，起初以为是老太太大半夜睡不着拿狗出气了。第二天一早，邻居就去他家串门，一进门就看到狗七窍流血，更诡异的是家里养的牲畜都莫名其妙的死了。邻居意识到不对劲，就赶紧往屋里看。宋人头和母亲脸上全是惊恐，就像是被吓死的，而且身上全是伤痕。而冬梅就靠在墙上也死了，指甲变得异常锋利。当你有钱时，你会发现你身边的全是好人，可当你没钱的时候，你能确定之前围在你身边的是不是白眼狼？甚至在你为难之时落井下石。在我小时候，村里逃荒来了一对姓张的父子，村长见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孩子不容易，就给他找了一处荒宅，算是在我们村落了户。张爷安稳下来后，就拼命地开始干活，而且时常教育儿子张生要报答村子。在张爷的教育下，张生不负众望考上了大学，而且经过多年打拼，闯出一片天地，在市里开了很多工厂，而且岗位优先从村里招人。爷俩一直没忘记村里面人收留他们的恩德，每逢年过节，张生都会给村里老人发放礼品和红包。要是遇到谁家有难处，张爷也会让儿子拿钱去贴补他们。张家父子每逢走在街上，村里人都会对他们赞赏。可就在几年后，张生被合伙人坑骗，关闭了很多工厂。村里的人都说张家的工厂到头了，都是抱着看笑话的态度。可每次张生逢年过节还会咬着牙给村民发放礼品红包，但每次都会有人冷嘲热讽地说张生没钱还装大尾巴狼。张生每次都会被说得满脸通红，从那之后也很少再回村，就算回来也是晚上。有次李中平的父亲生病住院，他就找到张爷，想从张生身上拿5万块钱出来，因为每次村民生病都或多或少的能从张家拿走几万。可最近这段时间，张生的生意都在苦苦挣扎，而且自己身上还背着巨债，现在哪还能拿出钱？李中平夫妇一听拿不出钱，来时的笑脸立马拉了下来，夫妻俩就开始冷嘲热讽地指责张爷。张爷对于2个人的过激语言没生气，依然笑脸陪衬着，转身回屋拿出自己全部的生活费5000块钱，先让他拿去应急，并且保证等过段时间厂里效益好，就会让儿子把钱送到他家。李中平抢过钱，说了一句：“这点钱是不是打发叫花子的？”没有一句客气，转身就走。张爷望着2人的背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无力地一屁股坐在地上。张爷每次非必要的情况再也不出门，可每次跟人碰面，村民再也不跟他主动打招呼，更多的就是对他议论纷纷，而且像是故意让张爷听到似的。都这样了，怎么还好意思出门？说以前爷俩只是想落个好名罢了，现在厂子关门也是活该。张爷就算不出门，村子里面还是有人对着他家指指点点。张爷的家门口有个凉亭，
我们放假都是在凉亭空地玩耍，有天我们就跑进凉亭下面躲雨，就等着家里的大人来接，直到我们看到一个人影。本以为是家里的大人走近，才看到是张爷。因为每次张爷出门，口袋里面都会装一把糖果给小朋友吃，我们都离远就喊着张爷爷。可那天张爷十分奇怪，大雨天也不打个伞，拿着棍子做状要打我们，让我们滚。我们从没有见过张爷这样，都被吓得冒着雨往外跑。可我们刚走出几米远，就听到身后传出坍塌的声音，所有人都愣在原地。我们把事情告诉了家里的大人，这时所有人才想起来已经很久没见张爷了。大家推开张爷家的门，就闻到一股腐烂的臭味，抬头就看到张爷已经吊在梁上死了。所有人这才反应过来，张爷死后还惦记着村里的人，而张爷到死之后还遭受着村里的非议，而纯真朴实早已经不是农村的代名词。三兄弟嫌亲爹活得久，请人用蜡烛为老爷子燃烧。事情发生在20年山西晋中平遥县宁固镇，村里的老李突然去世，丧事办得很是风光。老李生前有3个儿子，一个是市里的领导，另一个是教育办的一把手，老三则是镇上的首富。想要趁此机会巴结几兄弟的人很多，看那哭相比自己死了亲爹还难受，甚至当场哭晕了几个。三兄弟一直忙到晚上，虽然丧事大办，可3个儿子没一个落泪的。村里的邻居没少议论，而几兄弟对这种议论是嗤之以鼻。棺材按照习俗3天后才能下葬，老大就问2兄弟晚上怎么守灵，老二哼了一声，都什么年代了要守你们守。老三对守灵的习俗也很排斥，表示守灵都是演给外人看的，大晚上又不会来人，还守什么灵。3兄弟商议一下，就把守灵的步骤省了，直接回里屋睡觉。躺中间的老二睡觉认床就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就听到堂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像是有人撬棺材。老二就赶紧把2兄弟喊了起来，3人听得真真的，而且动静越闹越大，咽了咽口水，壮着胆子推开堂屋的门，就看到棺材莫名其妙的在摇晃，像是有东西要从里面出来，而且一侧的板子已经被撞裂了。3兄弟从没有遇到过这种阵仗，眼瞅着棺材盖要被掀开，赶紧用身体压着棺材。老大从院子里找来一根麻绳，把棺材紧紧地捆了起来。可还没安静几分钟，棺材晃动得更厉害，架着棺材的木凳子都被折断了。老大就想起村里常年跟丧事打交道的王老头，而且棺材也是从他手里买的。剩下的2兄弟就死死地压着棺材盖，老大就赶紧跑出去找王老头。正当2个人心里不停地发怵，王老头赶了过来，还没等王老头开口，老二就质问他棺材质量不行，才2天就裂几个大口子。王老头正眼都没看他一眼，伸手就把他扒了一遍，一言不发地围着棺材转了好几圈，接着手用力地拍在了棺材盖上面，叹了一口气，转头说了一句：“我棺材有没有问题，你们3兄弟不清楚吗？”几人听到这句话，心都提到嗓子眼，大气都不敢出。见3兄弟都不吭声，王老头严厉地说：“你们不说实话，这事我就不管了。”说完就要往外走，老大连忙拉住要走的王老头，支支吾吾说几兄弟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的。原来1个月前老李突然晕倒在家里，虽然经过抢救捡回来一条命，但以后生活不能自理，全靠躺在床上。3个儿子就轮流伺候10天，要是端茶喂饭还好说，可老李大小便失禁，一天要清理好几次，儿媳妇都显得格外不耐烦。这才一轮下来，几个儿子都被折腾得够呛。有天晚上，老二就喊来2个兄弟，说托人打听到一个奇人，可以提前送老爷子上路。2兄弟一点头，老二隔天就把那个奇人从太谷县请了过来。那老太太掐指一算，说老李至少还能挺3年，一想到还要伺候那么长时间，3兄弟连忙摆手称无论多少钱，今天必须要把老爷子送走。老太太一听不差钱也不含糊，从包里取出黄纸包在蜡烛外面，又用红绳子捆起来，另一端则系在老李手上。接着老太太对着老李碎碎念起来，念完就点上蜡烛。随着蜡烛的燃烧，老李的脸上渐渐没了血色，眼看着老李呼吸越来越困难，3兄弟都转过身去盯着桌子上的蜡烛，眼瞅着蜡烛燃尽，老太太长出一口气说：“准备后事吧，老爷子已经走了。”3人也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可老李的眼睛始终闭不上。老王头听完恨得后槽牙都要咬碎了，就骂几兄弟不是人。这时棺材的晃动也停了下来，老王头摸着棺材叹了一口气，对着几兄弟说：“老李之所以这么折腾，就是想死个明白，现在已经原谅他们了。”然后老王头就叮嘱3人，由于老李不是寿终正寝，必须要树葬，而且交代10年之内每天3餐必须大鱼大肉送到坟前。3兄弟起初以为送饭是老王头故意要折腾他们，就只送了几天就没去了。可只要误了饭点，3兄弟都会捂着头喊疼，几人再也不敢糊弄，每到饭点都准时送到坟前。7月半鬼乱窜说的就是农历7月15中元节，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鬼节。每逢7月15，
都会看到十字路口会有人烧黄纸，而这天我却亲眼看到朋友蹲在墙角与那群人抢黄纸和馒头。我和小陈在装修公司干活，可工地都完工了，该给我们的工钱一直没着落。小陈为人脾气耿直，和老板大闹一场。晚上我就拉着去找了一个烧烤摊让他消消火。由于没要到工钱，我们2个人喝了很多酒。往家走的时候，发现满大街都飘着纸灰，见十字路口不少人都烧着纸钱，还有人在网路上撒着馒头。我掏出手机才反应过来，今天是农历7月15中元节。传说中今天鬼门大开，大家都会烧纸钱给逝去的先人。我们2个都是无神论者，自然不相信这些迷信，而且对这些行为不是很能理解。小陈没注意踩到一堆没烧完的纸灰上，风吹过来正好吹了我们一脸，原本要消的怒火一下子窜了起来，就直接踢翻路上供奉的馒头和蜡烛，更是抬脚把馒头踩扁。我连忙拉着他，这样不吉利。小陈完全不听劝，说自己才不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自己工作任人欺负不说，难道这些死鬼也来欺负他？说着脚下动作依然没停下，他大闹一会儿，脾气消了很多。我们又晃晃悠悠地往家走，我让他先走，我在后面方便一下。可等我提上裤子，小陈已经不见了人影，而且身后转角处传出一群人的嘈杂声。我以为小陈跟人发生争执，就快步走了过去。可转过弯就看到胡同里蹲着数不清的人，蹲在墙根往嘴里塞着地上的馒头。小陈在这群人中显得格外显眼，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就像是一个恶鬼。正当我站在胡同口愣在原地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那群人扭头死死地盯着我，我连忙把头伸了回去。我壮着胆子想趁机把小陈拉走，再去看就剩小陈自己跪在地上往嘴里塞着馒头。我喊了他几声，他也没有丝毫反应。我连拖带拽地架着他走出那条胡同，他才慢慢地恢复意识，然后就开始叫喊肚子痛，不停地呕吐。我在路边打个车把他送到医院，在医院给小陈安排了洗胃。医生出来就问我，小陈肚子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东西，胃里都是馒头和纸灰。等我从医院走出来已经深夜，我担心小陈再出状况，就买了一些黄纸馒头和白酒，把馒头重新摆好，把带来的黄纸都烧了。你知道农村下葬时挖2个坟坑的后果是什么吗？那年我跟奶奶去邻村亲戚家奔丧，我就听他们讨论，亲戚人走得很突然，棺材都是借来的，2个儿子就商量着下午都有谁去挖坟坑。我当时好奇就跟在后面，2个儿子选好了一片坟地，几个青壮年就开始动土。没几分钟就听他们喊坟坑下面挖到一块大石头，而且坟坑周边都是石头，想扩都没地方下手。老大就说实在不行再选个地。挖坑的人一听就皱眉头，死人可没有挖2个坟坑的先例，而且这是很不吉利的。老大一听就急了，往下又挖不动，又不让重新挖，这人往哪埋？挖坑的背对的语塞，不知怎么回答。既然主家都不介意，他们自然没有意见。随后又在旁边选了一个新的坟坑，因为人走得急，所有的白事要用的东西都是现买，就连先前挖的坟坑也没时间回填。奶奶等忙完才带我回家，可还没几天，他家老大又来报丧。原来家里的丧事忙完，老二就在工地找个活干，可干活第1天就被一堵刚砌好的墙拍倒了。等人被扒出来，已经没了气息。在农村习俗，100日内一家不能办2场丧事，而且棺材不能放在家里。老大就把棺材拉回自己家，可媳妇却说老大有毛病，没事拉回来一口棺材，说什么也不让进门。2口子就在门口吵了起来，最后媳妇松口，棺材只能放在后院。可后院养的全是猪，这天猪就把圈门给顶开了，所有的猪都跑了出来。老二的棺材也被猪给顶翻，而且好像是被猪给啃了。老大看着弟弟面目全非的尸体嚎啕大哭，说自己当大哥的没用，而他媳妇就在旁边犯恶心，让老大赶紧把棺材弄好，别让他看着恶心。这让老大跺着脚开始骂媳妇不是人，自己弟弟的尸体这样都怪他。可媳妇也不是等闲之辈，争吵中再也毫不避讳地说他家造孽，不然也不会几天之内死2个。还没等他说完，老大的火蹭地窜了起来，站起身就扇了媳妇一巴掌。媳妇说了一句离婚，转身就要回娘家。走到村口火车铁路口，遇到邻居就问他去哪，媳妇毫不客气地说了2个字：去死。邻居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意识到有火车要经过，连忙伸手提醒他小心火车，因为他刚走过来时火车已经鸣笛了。老大媳妇正在气头上，完全没有注意火车，结果他刚走到铁路上，火车直接把他卷入车底。这一次老大来报丧，我没有再跟着去，